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上期视频我们谈了房车自驾游的优势，也带领大家领略了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美景。这期视频主要聊聊房车自驾游的攻略，重点谈谈在北美如何选房车、如何定营地以及房车自驾的注意事项。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消息。最近温哥华地区一家很大的房车公司的区域经理告诉我，他们的二手房车最近卖疯了。自从政府宣布省立公园营地开始预定以后，20天内他们就卖出了200辆，而且是供不应求，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往年这个时候他们的房车都是只租不售，房车的销售一般都在冬天，而今年由于疫情影响，5月中旬之前房车的出租无人问津，他们就尝试销售，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租售都相当火爆。好了，言归正传，正在看视频的您可能正计划着一场房车之旅，也可能期待着未来的某一天跟房车的第一次约会。新手上路多少些紧张，希望我们这期视频能帮到您。我会以我们租房车自驾游加拿大落基山脉的行程为例，事实上整个北美的房车出行都差不多。第一步，先要定好大致的路线，这个路线不需要太精确，主要考虑想去哪几个地方，掌握彼此之间的距离大概有多少公里，目的是为了确定租房车的天数。就拿这次的落基山脉为例，我大概10几年前跟团去过，这次主要是想带孩子去，想走比较经典的 Banff、Jasper、Yoho 这3个国家公园和冰原大道。我们家住在温哥华，我知道有的人是从温哥华租房车来回的，但考虑到从温哥华到落基山脉有大概1000公里的路程，我们又是新手，第一次开这么大的房车，肯定速度比较慢，会被别人一步超车。而且该行程的精华部分在 Alberta 省，所以我们决定开自己家的车从温哥华到 Calgary， 再从 Calgary 租房车游落基山脉，这样也比较经济一些。我们走的这条经典路线7天时间刚刚好。第二步，根据人数和自己的要求确定大致的车型，因为后面订营地的时候要填写车型的大小。做这一步还可以同时上网了解一下房车的知识，熟悉一下车型和租车的条款，为第4步房车预定做个准备。如果英文好，可以直接到加拿大几个大的 RV 公司的网站上看看。如果只看中文信息，我推荐房车国度，这个就是房车国度的网站，我们可以根据国家、车型、取车的时间和地点进行搜索，然后它就会出来各个不同公司的车型还有价格，我们可以逐一的比较详细的信息。房车的种类非常多，但基本上分成拖挂式和自行式2种。拖挂式是在皮卡上拖挂可以睡人的车厢，好处是灵活，白天出去玩的时候可以把拖挂部分停在房车营地，开皮卡轻装上路，但这种车不容易开，建议初次开房车时选择自行式，也就是一体车。房车的大小则根据人数而定，按我们的经验，最好租容量比实际人数大一点的房车，比如我们家2大2小，租的是可以容纳4大2小的中型房车，这样感觉比较舒适。如果真是6个人住，7天都挤在一起，只有一个小卫生间，估计会很不舒服。当然，房车里面的空间大了，整个车型就会比较大，驾驶的难度也会相对增加。这是我们第一次驾房车，觉得可以容纳4大2小的中型房车还是可以驾驭的，但很难想象我们能开像营地上经常看到的那些像旅游大巴士的大型房车。另外，车型尽量选择可以 slide out 的，这样停下来的时候中间部分可以划出部分面积，增加车子的空间感。现在很多新的车型都有这个功能。选好车型，我们就大致知道了房车的长度和所需的电流安培数，这些信息在做下一步营地预定的时候都需要用到。第3步，预定房车营地和制定精确的路线同步进行，这一步最花时间。好的房车营地资源非常有限，越早订越好。我是大概提前了3个月，订6月中下旬的。
有的想定的营地都已经订满了。但我们这条行程来回都是同一条路，景点分布在路线两边，所以可以根据营地情况再适当调整具体的路线行程，有一定的灵活性。加拿大的房车营地有国家公园营地、省立公园营地和私人营地。国家公园营地和省立公园营地相对地理位置比较优越，价格合理为首选，但它的数量非常有限。房车营地又分好几个档次，最便宜的只要10几20多加币，但没有电，也不能接上下水，只有公共厕所。30多元加币的有电，但不能直接接上下水，通常会有公用的淋浴室。最好能租到 fully hook up 的营地，但一般要40加币以上。房车可以直接接电和上下水，这样的营地会方便很多。私人营地会贵一点，有的提供网络、洗衣房、游戏室、游泳池、娱乐设施等等。另外，营地预订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头尾2天的营地不要离租车公司太远，因为第一天刚拿到车，有个熟悉的过程，开得要慢一点才安全。而还车一般都是在早上10点之前，比较早，还要预留时间打扫收拾。这里推荐几个我们这条行程上比较好的房车营地，首推几个公立营地，最大的优势就是地理位置好，风景优美。下面几个私人营地也不错。好，我们现在在加拿大国家公园营地预订的网站。我们首先选类型是 Fun Country Camping， 也就是车可以开到营地的这种类型。然后我们想，说10月2号住2晚，10月4号离开。那我们的房车是选刚才说的可以6个人的27尺的。我们一共有4个人。这边说了，最好是要有电，有自来水，有下水的。我们找一下在地图上。那么 Banff 这边有绿色的，表示还可以订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车的营地有电的，这个可以。绿点呢就表示是可以预定的，我看一下，点进去。这些带绿点的营地都是可以订的，我点进去看一下。那这个就会写了这个营地的样子的图片，然后它是多少钱，它提供的电压的安培数，可以容纳多大的房车，最多6个人，是不可以吸烟的，这个地势是比较平的，还有一些什么信息我看一下，还有说它树荫的情况，下午会有太阳，privacy 就是私隐性是中等的，如果想订的话就点这个预订，然后后面呢就是要确认留下信用卡信息等等，用信用卡付款。在我们订营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行程安排就已经出来了，我下面列的这个表供大家参考。第4步，房车预订。房车资源比好的营地资源要丰富些，所以可以订完营地再慢慢选房车。有人说越早订会越便宜，但据我观察，如果是7、8月旺季的话，价格其实都差不多。通过前面的几个步骤，我们已经确定了租车的天数、车型以及取车还车的城市，就可以在网站上根据价格、车型图、车的功能和设施以及车的出厂年份等信息来选择房车公司和车辆。大家可以到刚才看到的房车国度网站上去预订，它相当于多家房车公司的代理，而且这个网站是中文的，比较方便。你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到房车公司的网站上预订。这是我订过的 Canna Dream 房车公司的官网。我们先选择车型，然后选取车的时间和地点，以及还车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它就会列出一系列的价格。租车费一般都包含了最基本的车辆准备费、保险费等。预订的时候还需考虑的是是否购买个人方便包、额外的里程数、GPS、儿童座椅、
额外的发电机、额外的保险等等。这些额外的项目我们在预定时都没有购买，只是在还车时补了超出的公里数。第5步是细化行程，确定租 RV 前后的其他景点和住宿的预定，这一步根据自己的需求而定就可以了。第6步，列行李清单，然后照单准备物品就行了。房车预订的基本套餐已经包含了生活基本用品，包括床单、被子、锅碗瓢盆、刀叉、杯子、汤勺、漏勺、洗菜盘、菜刀、削皮刀、微波炉、煮米的容器、洗碗布、抹布、擦手巾、扫把、垃圾铲等清洁工具。自己只需要准备个人的洗漱用品、食物、调料就好了。我们还自己带了筷子、电饭锅，小朋友自己的被套、枕套。还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是，房车上卫生纸要求是最薄的那种，是单层的。你可以提前到超市购买，也可以在房车公司购买。下面说说取车。我建议取车之前一定要好好看看房车公司提供的有关房车使用说明的视频。一般北美房车公司的取车流程都已经非常完善和成熟了，会有工作人员带你检查车辆，详细介绍车内所有的设施的使用，以及如何接电和接上下水。好了，一切就绪，我们就可以上路了。下面说说途中需要注意的问题。第1点，房车比我们平时开的车会长很多，重很多，所以刚开始的几小时要开慢一点，习惯一下。转弯的时候要预留足够的空间，刹车的时候要预留提前量。第2点，房车停车的难度比较大，最好有同伴下车指挥。第3，有 slide out 功能的房车，停车 slide out 之前一定要看看周围的空间是否够，开车前也要记得一定要 slide in。第4点，在营地停车时要注意地势平整，否则容易排水不畅。第5，每天都要经常检查水和电的使用情况。房车上有一排按钮，能够显示各个设备的存量，包括电池容量、黑水箱水量、灰水箱水量、自来水箱水量等等。如果营地是 fully hooked up 的，到营地后插上充电桩，接好上下水，就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水、使用电了。否则就要经常看看水量和电量，出发前也要及时补给和排污。最后说说还车，房车公司要求的还车时间一般都比较早，大概在上午10点之前，所以最后一晚最好选择离还车地点比较近的营地。还车前要预留好时间打扫卫生，最好将房车的状态恢复到跟刚刚取车时一样，并且按照要求加好油。我们的房车公司要求是半缸油，这个需要提前计算好，这样才不会被扣押金。好了，房车自驾游攻略终于整理好了，花了我好长时间，好多心血啊！如果您觉得好的话，请一定点赞；如果您觉得有用的话，请分享给你的朋友。如果您像我们一样喜欢旅游的话，就赶紧订阅我们的频道吧。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欢迎点赞、评论、订阅、转发。Thank you!